嗨，大家好。前面2期给大家讲解了视频剪辑的一些前期准备工作和用 PR 剪辑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一期呢会给大家继续讲解，生成字幕和导出成片，然后发布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现在直接开始。然后是最后我怎么把这个跑步数据给加上去，其实和前面加天气是一样的啊，就是我把这个视频拖到想要的位置，然后把这个最后跑步的一个结果拖到时间轴上，然后拖到一个想要的时长，也是双击，然后把它拖动到想要的一个大小，然后放到任意想放置的地方。这样的话，这个视频就剪辑完了。剪辑完了之后，下一步就是导出。导出的话，就在编辑的这个旁边，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导出。在导出的时候，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是位置，我们一般在这个地方选择，就是我们今天刚刚新建的这个位置，1月17号的这个成片，选择到这里。然后这个名字的话，一般我会取一个就是今天日期的一个名字。然后下一个就是视频的格式，一般就不用改，就 H.264就可以了。然后视频我们可以把这个点开之后进行一些详细的一些配置，然后上面这些也不用改，点击一下这个更多，然后把以最大深度渲染和使用最高渲染质量把这2个给打开，这样的话您的视频清晰度会高一些。然后下面的这些全都不用改。再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比特率设置，这个的话它也是涉及到咱们视频的一个清晰度的。一般来说，如果您是白天拍摄光线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我觉得一般设置成10左右就够了。像我这种的话，因为是光线不太好，然后为了它清晰度好一点的话，我一般会设置到20。你可以看到这边我设置完了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在这儿，它有一个估计的文件大小。你看我设置到20的话，它的大小是255兆。如果我设置成10的话，它就只有129兆了。就是说它会影响清晰度，也会影响这个最终的文件大小。然后其他的就都不用设置了，直接导出就可以。目前因为我这个就是视频只有这么一小段，只有1分多钟，所以比较小，导出比较快。像我一般平时做的视频的话，导出可能都会有1个 G 到2个 G 吧，都是比较大的。然后这是导出的过程，导出完了之后呢，我的下一步是我们先让它导出吧，然后看一下导出的内容会在这个成片里面就有这么一个 MP4 的文件。好，现在导完了，这个 MP4 我们先大概看一下吧。嗨，大家早啊！中午跑了一半，刚开始跑步或者跑了一段时间之后的朋友，这就是成片，就可以，是不是和您在 B 站或者是油管上面看到的我的视频是一样的？那现在还缺少了一个什么？缺少一个字幕。因为 PR 这个软件它的字幕识别，它也能做字幕识别，就在这儿。但是它的那个字幕识别真的太差劲了，就是识别出来的字幕简直没法用。所以我一般是用剪映来识别字幕。那我们现在打开剪映，创作一个新的项目，然后把我们刚刚用 PR 制作好的这个成片给导进来。导进来之后，把这个视频拖到时间轴上面，剪映的时间轴。然后下一步就去它的这个文本的面板有一个智能字幕，直接用这个智能识别字幕开始识别。剪映的这个字幕识别其实速度还是挺快的啊！你看现在就识别完了，可以看一下，这是识别出来的字幕。这个地方我一般会把系统字体给改一下，一般我用的是阿里巴巴普惠体，这个字体是可以免费商用的。然后字体的字号一般设置成6，再给它加一个背景。
背景的透明度我一般设置成40，不要圆角，把它的高度设成10%，宽度20%。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字幕啊。嗨，大家早啊！2024年1月12号，现在是早上的5点28分。今天周5了。看这个字幕是不是识别的很好啊？如果说您看到这个字幕有不对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校正。比如说像这一句话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一句话明显就有问题了。平均配速450，这个5跟前面这2个字就对不上。那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在字幕这一块把它改掉，把它改成正确的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可以从头到尾把这个视频全部播一遍，然后一边看着字幕，一边和视频去对，然后这样去把这个字幕给校对一下。比如这个地方，今天来和大家聊一下一个像这种这种我说话的时候会说这样的字，但是我的字幕里面我不希望它出现这样的字，所以我会把它删掉。那这就是一个校正字幕的一个过程。那所有的字幕校正完了之后呢，我们再在剪映里面对它进行导出。导出的话，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需要选择目录，我们一般把它导出至还是我们今天建立的这个目录的成篇里边。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码率在剪映里面的码率，我们一般都选择更高，不要用它推荐的，直接选最高就可以了。然后编码格式帧率都不用变。帧率的话，这个地方说明一下，如果您需要60 FPS 的话，就选60，因为我拍摄的话一般都是用30帧，所以直接选30。然后这里有一个字幕导出，它会同时给您导出一个 STR 的文件。这个 STR 文件我后面给您讲是具体怎么用。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给导出。非常快，因为只有100多兆，所以导出很快。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您绑定您的抖音或者是西瓜视频的账号之后，就可以同步直接发到那个西瓜和抖音上面去。但是我一般不这么发，因为这个它可写的内容太少了，所以先把它关掉。我们现在到这个成片里面来看一下，这就有1月17号导出了一个含有字幕的，就是内嵌字幕的视频和一个 STR 的一个字幕文件。我们来看一下带字幕的这个视频啊。嗨，大家早啊！2024年1月12号。那这样我们现在就得到了一个内嵌字幕的视频，一个字幕文件，还有一个没有字幕的视频。那到这一步的话，我们的整个视频制作的一个过程基本就完成了。然后下一步就是制作封面。制作封面的话，就不太给您特别具体的来展示了啊，就是用我之前已经做好的封面给您来看一下。这是我制作好的封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其实就是我从成品的视频里面就是截的某一帧，直接截的某一帧视频里面的图，然后作为封面，然后会在里面把文字给加上来，这就是我视频封面用的文案。关于视频的这个封面文案的话，我给您大概讲一下吧。就是说封面的底图，我觉得它并不是很重要啊。我一般就是从视频的里面直接截取某一帧作为可能我觉得比较好看的风景啊，或者一个我比较搞怪的表情之类的来作为封面。然后我觉得比较吸引人的是文字，所以这个封面的这个文字的话，它可以和您视频的标题不一样，但是也不能文不对题。一般来说，封面的文案会比标题更加重要，更加吸引人一点。比如我这一期的视频的话，您可以看一下我的标题是什么。我再打开一下网页。
算了，有点费劲，打开了。就是我的标题是什么水平才可以穿碳板跑鞋，但是我的这个视频，就是我的这个封面的文案写的是6分配速可以穿碳板跑鞋吗？就是您觉得哪一个会更加吸引人呢？就是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用一个具体的几分配速，因为6分配速可能是一个刚刚入门的跑步爱好者的一个水平吧，然后也是大家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疑问的一个更吸引人的标题。这就是我在选择封面文案的一个小技巧吧，和大家分享。然后具体制作这个封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底图，然后随便把文案给写上，加一个透明的一个黑底，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封面。只需要记得它的这个封面，它的尺寸是1920×1080，因为我拍的视频都是1080P 的。那现在我们就已经完成好了，成片，还有字幕，还有封面都完成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去各个平台上面去发布。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我一般会发到 B 站，然后西瓜、百家号、小红书，还有油管，一般会发这几个平台。那这个地方具体的发布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不用演示了，因为发布其实就这些内容，就是把视频传上来呀，标题、文案还有封面上传，然后等待审核，其实就可以了。那最后关于发布的话，有几点和大家想说的吧。第一个就是我不会把视频发到抖音和快手，原因是因为这两个平台它是更偏向于短视频。一般如果3秒之内你的视频就是吸引不了人的话，大家就不会再看了。所以这样长篇大论的视频的话是很难在快手和抖音这样的短视频平台生存的，特别是像我这样的新人 UP 主。第二点是，B 站的话，它经常会有用 B 减 APP 发布视频给补贴的这样的任务，而且它只限 Windows 版和手机 APP，因为我是用不了 Windows 版的，所以，而且这个 B 减啊，特别难用，每次为了拿这点可怜的补贴，我一般就是不得不用电脑剪辑完这个视频之后呢，再把这个视频和封面去导到手机上，再用手机的 B 减 APP 来发布。然后手机的 B 减 APP 它发布的时候，它还有一些功能上的阉割，比如说在手机上它是设置不了稿件的一个就是个性化配置的，就是在视频上面加一些比如说这个互动引导。这个互动引导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就是您在视频上看到的这个一键三连的这个它是加不了的。还有像投标弹幕，这也是我在视频上面有做过的。所以我每次用 B 减 APP 发布完了之后，我还要马上回到这个网页版上面再对它进行编辑。哦，对了，它在 B 减 APP 上面还传不了字幕，所以我每次都还要回到电脑上面来，就是在这个地方来传字幕，所以就很麻烦。行，那关于我的整个视频的跑步视频的一个工作流，大概就是这样的。很感谢大家能够看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有疑问呀，或者说您也想制作这样的跑步视频，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欢迎您在评论区和我友好的交流。谢谢大家看到这里，再见，加油干！等我伤好了之后再来跑步，再和大家分享跑步的内容。